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再次感謝呢，我們的節目昨天在這個大家的努力之下，非常多的網友上去留言，告訴我說你人在哪一個城市，並且幫我們按下熱推。今天一樣的持續呢，幫我們節目持續的拉票，幫助我們節目持續登上國際的熱搜榜。按下熱推鍵，或者是寫下熱推2個字，或者是寫下思敏我在紐約、巴黎呀，或廣東任何一個城市，我也會親自的留言幫大家做回復。那昨天統整了一下大家所在的城市，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有香港啊、東京啊，這邊看到廣東，還有台北，甚至是桃園。那麼也有人在巴西、東京等等，非常非常多的國家。謝謝大家都寫下了你的留言。今天呢，持續的寫下你的所在地，我也會來做回復。好，我們今天持續的要來關心到的是美伊的這一場戰事。現在呢，美伊雙方說要停戰，但是呢，雙方卻在偷偷的備戰嗎？我們看到美國的3航母這個時候群壓要進波斯灣之外。數千美軍根據了解已經要來做登陸待命了，空教師跟他的陸戰隊全面的推進。伊朗的方面今天會來看到他現在重整他的飛彈城，啟動衛星的監控，動員了數千萬的人來備戰。現在只差一個導火線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3個火線話題，等一下我們也會請來賓特別幫我們做解答的。好，3航母，這是來自於美軍方面，還有數千的兵力正在往前推，但是現在卻爆出來說，這些士兵恐怕都是輕裝部隊。美國這一波攻擊是準備開戰，還是擺擺姿勢呢？他真的會打伊朗嗎？第二件事情，伊朗方面則是準備了他的飛彈城，把它維修好，還有拿到的是來自中國大陸的衛星，2400萬人喊說已經準備好簽下合約要上戰場。那麼伊朗現在是要進入一個長期戰的模式了嗎？美軍打不打得起這一場仗呢？今天我們也會來做關心。最後的是針對上一次的 F-15E 掉下來的這件事情，美軍不是出動了155架軍機就有一個人嗎？現在最新的衛星畫面也曝光了，大家在質疑說這一場行動是不是只是一個奪誘失敗的行動呢？還是只是一次救援翻車的現場？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都會一起來做關心。好，趕快來看到美伊雙方現在軍力的集結非常的強大。我們來看到，首先是五角大廈這邊證實的，未來將會徵兵數千人，而且不排除了會擴大空襲，甚至會打地面仗。現在最新的消息是，布希號已經在非洲的附近了，那麼即將要進入中東地區，上面搭載的是6000兵力。如果再加上福特號、林肯號的話，到時候可是3航母一起壓境在中東了。那麼除了3航母之外，還包括了2棲攻擊艦群獅號也在做準備，跟第11陸戰遠征隊也在月底前就就位了。現在統計起來，2個隊伍大約是達到4500人。月底前就會就位了。再來就是第82空降師也準備好來做待命，在日本跟加州的陸戰隊也在同步的推進了。但是現在的問題是我們剛剛特別提到的，專家點破了這一批部隊大部分還是屬於這種輕裝的部隊，是缺乏這種重裝甲的。打了地面仗的話，恐怕會受到伊朗的挨打，也就是他們在伊朗本土會受到非常多的導彈的挨打。那2條路線，他們現在做預估，恐怕都會有不好的下場。不管是用這種2棲登陸的方式，恐怕暴露在伊朗的飛彈火網之下，或者是用直升機來做機降，恐怕也會成為空中的火把嗎？另外一方面，這個後勤的部分，水啊跟食物啊，到時候這些彈藥撐不住又會怎麼辦呢？這個也是專家憂心的部分。我們來看到前美軍的中央司令部司令，他也是退役少將，這一位是沃特爾，特別指出，攻占哈格島如果無法建立好的一個保護網，將會隨時面臨無人機或者是來自於飛彈的襲擊。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來統整一下美軍的3航母壓境，再加上它的兵力一路的加碼。但是主力如果是這種輕裝部隊，美軍這一次是真的準備要開打嗎？開打的話，拿得下伊朗嗎？還是會面臨哪一些困難？李將軍怎麼看？不可能開打，不可能有任何的地面戰啊。什麼叫做？我先解釋一下，什麼叫做輕裝？
輕裝不是指說身上鋼盔比較輕啊，不是這意思，而是他部隊所編配的裝備哈是比較輕。那比喻來講，比如說重裝部隊，它的火炮可能是155口徑的榴彈炮，但是輕裝師他所編配的火炮可能只是1-2棟公里的這種迫擊炮哈。那再比如說他們這個攜帶的這種彈藥來講，數量也比較小，比如說裝甲車輛。那重裝師他可能用的是 M1 戰車，那輕裝師他可能用的只是悍馬車或者是輕型的這種人員運輸車哈。那當然這種裝備比較輕巧的裝備，體積也比較小，重量也比較輕，它就適合快速部署哈，就是我很快可以到達一個地方。比如說以美軍來講的話，他們常用的像這些輕裝部隊，很快的可以用運輸機在第一時間24小時就部署到第一時間部署它到全球他所望的地點，譬如說82空降師，他就是擔負這種任務。可是你這個部隊到那邊做了第一時間做了快速反應之後，你後面必須要有正規的重裝式部隊，然後持續的對你來支援才可以。第二個，我們看一下你剛剛所謂的後勤，你知道後勤有包括哪幾項嗎？簡單的講叫做補保運衛哈，補給品就有哪些補給品？光補給品我們軍中區分為10大類，其中最重要的幾類，譬如說是人員吃的糧食，那都很吨重性。第二個是這個彈藥類哈，那個你看那個彈藥那個噸重性是很大的。第三個是這個戰車或者是車輛要用的油料哈，這3個最重要。除此之外哈，這個另外還有譬如說是零附件，這個東西壞掉你總是要修吧，你這個潤滑油你總是要更換嘛哈，這個戰車跑一段時間你履帶總是要更換履帶塊吧，這些東西是補給品而已。那保修類呢，你打仗的時候一定有壞掉嘛，所以你一定要有保修部隊帶着這個扳手螺絲刀好之類去維修這些裝備，不然萬一裝備如果說損壞一輛，光掉一個螺絲，你可能就整個戰役就停掉了。你必須要有持續的維修能力哈。然後這個醫療來講也很重要，戰時的時候你必須要有醫療。我們都知道，在俄烏開戰的時候，那時候我們從一個跡象就看出來說，這個俄羅斯可能會動手，就是他很快的往前面去運送血漿，那個是醫療必須要用的東西。那最後來講，運輸很多種類啊，你除了說是各種運輸工具之外，最重要的是持續的這種補給線的運輸線的一個保持它的安全。那美軍現在他如果說從美國本土要到中東地區來打仗的話，他靠的是海上運輸線，那是非常脆弱的。就算是他從這個我們講的阿曼或者是這個波灣的這種這一岸南岸來講的話，要對北邊發動攻勢，那你這個也是要隔一個波斯灣，你這個運補線就會有問題嘛，就必須很龐大的運輸能量。那在我們講，如果說你現在包括我們現在看他所動的部隊，一個是這個陸戰隊，一個是空降師。空降師他的作戰任務特性啊，就是跳傘嘛，就很快我可以深入到敵人後方，對敵人的深遠後方造成威脅。但是他短板在哪裡？如果說他沒有很快的會師，地面部隊很快跟他會師來講，他在那邊就被包圍跟殲滅了嘛。那陸戰隊也是一樣，你可以搶占灘頭，搶占灘頭之後，也是要後續的戰力才可以進來。所以我覺得中央司令部這個退役上將他講的沒錯哈，他講的話也是我以前常講的。如果說你攻占哈格島，他說建立保護網哈，其實這個我們戰略觀念想法是一樣。什麼叫做他講的是保護網？我之前講的是什麼？建立灘頭堡，對不對？就是同樣一個理念，就是你要將這個地方能夠有一個安全的防護哈。那你這個安全防護以前來講的話，是在敵人炮兵的炮彈打不到距離。所以我們合理來推哈，如果說以2次世界大戰的標準，你最起碼要往前面推10公里，讓敵人炮打不進來。那現在這個如果說現在因為武器的精進哈，我認為說是伊朗來講，你看他對你這個灘頭陣地攻擊的力道，那一定是用無人機這些距離。那哈格島距離伊朗的本土哈，大概不到20公里，那都在它無人機甚至於輕型火炮的射程都可以打得到。那你美軍真的是登陸哈格島的話，你怎麼樣來這個站穩腳跟，都是很大一個問題。那你如果說空降部隊可能做快速反應是可以，可是要做長期的正規作戰來講的話，我覺得是絕對不足的。所以你只要看一個部隊哈，到底有沒有真心要打正規戰，其實會看的人是看他後勤部隊動了沒有。那我們到現在為止沒有看到美軍有動這個正規的
後勤支援部隊。如果後勤支援部隊沒有動，我不認為美軍這時候他動用的這些部隊是準備要打地面戰。好，這個將軍特別幫我們從軍事角度做了一個很深入的分析，認為這一場地面戰美軍是不可能來做進行的。那另外一方面，其實呢，那美軍在上一次的救援行動中有沒有從中獲得一點教訓，然後進而才可能發動另外一場戰爭，這也是一個問題。這一次我們要來特別檢討的這一場戰爭，就是這一次的救援行動，也就是在4月3號那一天，觀眾朋友還記得嗎？當時我們特別報道說，美軍呢為了救一名被擊落的 F-15飛官，他當時出動了超過155架的軍機，大規模來救援，結果現在被指出根本就是一個重大的挫敗。這是最新的一個衛星照片曝光，來自 Airbus 說呢，當時在伊朗境內的機場跑道上面呢，畫面上我們也請導播 take 這張照片哦，機場跑道上面留下了美軍的飛機就是燒毀的一個殘骸。那根據了解，這個行動在收尾的時候，美軍它不只是炸掉了2架的運輸機，還有4架的直升機，所以後來被形容說，這不像是一個撤退行動，像是一個任務失敗之後的自毀行動。另外一方面，還有一個說法，就是他當時是為了去取這個濃縮鈾，但是這個計劃其實是被說是失敗的，因為他不需要出動這麼大的一個軍力哦。那來自於退役美軍特種部隊的軍官，這位是亞奎拉，他也特別表示，這場行動可以被視為是一個高風險行動。那大家問這個亞奎拉說，那這個行動是不是他當初其實是為了奪鈾呢？他也直接坦白說，就是那一項行動，但是這項行動失敗了，這是來自於他的最新說法。伊朗方面看到現在美軍的大軍壓境，我們也看到伊朗有最新的行動了。CNN 的衛星影像這邊特別顯示，伊朗正在快速的清理它的飛彈的基地，回收發射器，也在重建它的飛彈城。那另外一方面，來自《金融時報》的報道，伊朗在2024年底就已經拿到中國制的間諜衛星了，能夠精準監控鎖定美軍基地。另外還有超過2400萬人已經登記，願意為伊朗、為這個自己的國家來做打戰。那賴老師怎麼看這一場戰爭？看起來是一觸即發了嗎？那麼伊朗他做了非常多的軍事上面的準備，也是為着下一場戰爭做準備嘛？老師怎麼看？伊朗沒有說因為停火的這個期間，他們就鬆懈了。很明顯呢，他們的備戰的姿態更高。這個最主要就是因為他們有2次被美國人騙了，一次就是去年的6月，還在談判中，美國人就對伊朗發動奇襲，12天的這個轟炸，這個伊朗第一次上當。那第2次上當就是今年2月28號的一個被攻擊。所以對伊朗來說的話，他們又開始認為你又要恢復談判，那是不是想利用談判我們鬆懈的時候，你又對我發動這個奇襲？所以伊朗並沒有說因為你在停火談判的期間我就鬆懈，沒有，他們反而更積極的動員備戰。我們可以看得很明白，這段時間確實雙方沒有交火了，但是伊朗的準備的工作是如火如荼的在進行。目前美國所揭露出來的訊息，基本上來講是不正確的。他們去栽贓抹黑中國大陸是站不住腳的。為什麼？因為這個衛星，它是在2024年，那早就賣給“一帶一路”的沿線的國家，而且這個是有公開的，新聞在2024年就報道了，這個公司也都在，而且這是軍民兩用的衛星，通用的是不是也是軍民兩用？我就問一個很簡單的，波音的飛機是不是軍民兩用飛機？是啊，它可以做運輸機用，也可以做客機用，也可以做空中加油機用，也可以作為空中預警機，都是軍民兩用的。所以美國哪一些衛星不是軍民兩用的？星鏈是不是軍民兩用衛星？如果美國可以星鏈可以賣，那中國大陸為什麼不能賣？所以我覺得這個指控是站不住腳的。那如果是這樣的話，那中國大陸也應該規定馬斯克的星鏈都要拿掉。對。那日本也應該規定 Toyota 也要拿掉，因為我們都可以知道，在很多的戰場中 ，Toyota 被非洲以及被中東國家他們裝一些這個發射器就上去了嘛，對不對？這個也那 Toyota 的這個運貨車也都必須不能賣嘛，所以這個沒有道理。美國人基本上來講就是講沒有道理的事情。而且這個早就在賣了，而且是公開的訊息，只不過就是你講的沒有錯，它的監控能力很強，它的定位能力很強，
也就是鎖定能力很強，而它的這個精準度、高解析度是0.5米，那很低啊，50公分啊，50公分的解析度，那非常高啊。所以，但是我们都知道，軍用衛星可以解析度到10公分啊，所以甚至它可以解析到你在一個報紙的頭版的那個都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我個人認為，以伊朗這次要打美軍來說的話，它採用的是不對稱戰。是不對稱戰，那就是以導彈、無人機還有高定位的這些衛星作為引導。那我個人覺得，美國要打一場地面部隊作戰的話，那目前來講看起來是姿態比較高，局部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全面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好，那同樣的問題也特別請教楊老師有怎麼看？特別我們看到這一場行動，美軍有沒有學到一些教訓？就是上一場這個在4月3號的這一場行動，他說他是為了救這一位飛行員，但是被質疑說是不是奪誘失敗？那楊老師怎麼看？現在我們都知道，美國除了在救飛行員之外，他的目標當然就是在針對伊朗在地底下440公斤的60%的濃縮鈾，但是呢奪取失敗。對，因為他出動2架 MC-130的特種的直升機，然後呢100名的特種這個隊員，那同時呢有2個巨型的貨櫃。我們講到現在這個東西，你是在救一個飛機失事的飛行員嗎？然後呢，這個過程當中，結果，飛行員是救起來了，可是我就不確定是不是這100名特種隊員去救，結果這2架直升機 MC-13洞不能起飛了，不能起飛怎麼辦？臨時又派了4架直升機進來，然後呢把他們給載走之後，結果最後這2架 MC-13洞跟4架直升機就留在當地，然後把它自毀。我就越來看越不懂。那我過程當中我也去注意到美國的媒體，川普不是之後第一時間出來開記者會嗎？那欲蓋彌彰。但是呢，美國的媒體這麼的配合之後，幾乎在差不多10天前之後就不談這個新聞了，就完全不談。後來呢，陸續你剛剛提到有就是一些戰略專家、軍事專家，有一位很有名的，現在已經90歲。德州出生的前共和黨眾議員叫 Ron Paul， 他就開始跳出來說，給我整個故事。然後昨天開始就有一位保守的這個陣營的非常有名的名嘴也很漂亮女性，跟思敏一樣。然後呢，這個就開始跟 Ron Paul 一樣，就在質疑到底這個 full story 是什麼。Megyn Kelly 他在美國的媒體上非常有名。所以 Megyn Kelly 跟 Ron Paul 就開始引起大家的關注，可是我看到目前都是比較小報媒體的報道，主流媒體就是跳過，因為知道太糗了。其實我覺得從這裡面就很清楚了解到，他們大概當時認為說，也許把這個濃縮鈾拿回之後川普就可以宣稱勝利，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他們在進行第1階段跟第2階段準備要開始談的時候呢，3個關鍵，一個是要求伊朗永遠不得發展核武，另外一個呢，就要求把這440公斤運出伊朗，而且20年不得再發展濃縮鈾，那第3個就是針對荷姆茲海峽，所以這個運出伊朗的這個要求就等於是川普的體面的一個下台階，軍事都打輸了，如果能夠把濃縮鈾給要回來，也許我這是個體面，就是我們伊朗這個軍事行動讓他永遠不能再發展核武跟濃縮鈾了。結果呢，失敗的軍事行動，極其失敗的軍事行動，比那個搶救雷恩大兵還更糟糕。所以看起來這個一定不能拍電影。好，謝謝楊老師。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